有独特的酱油香，还有蒜香味，还带了一点点微辣。这个汤头也太浓郁、太好喝了吧！欢迎收看《时尚玩家之我们在长崎》，不是在基隆哦。对啊，不会有人以为我们在基隆吧？对啊，在长崎这么漂亮的地方，仰望整个长崎港，可以看到整个景色，超漂亮的。对啊，但是听说这边是一个对于长崎历史非常重要的一块地方。这边呢，其实啊，都要追溯到这个安土桃山时代，15几年的时候，这时候织田信长呢，跟这个丰臣秀吉啊，这时候是两大势力在对打。后来呢，又有这个德川家康出现。其实这三个等于是战国三杰。对，后来这个有在打电动哦。没错，终于派上用场。对，德川家康呢，后来呢就占据了日本这样子，它变成德川幕府。对，后来就是德川幕府时代。对，然后德川一个 move 就锁国了。对，他的一个 move。但是呢，锁国呢，他还是非常聪明的，这毕竟就是要养一个国家嘛，所以他还是要开放一个地方，可以让这个进口贸易商可以继续运作，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长崎港。对，长崎就变成了唯一一个对外贸易的港口。对，那所以说这边呢，严重受到了这个西方文化的影响。是用严重受到西方文化影响。所以这边也很多，比如西班牙、葡萄牙人呐，然后你会发现说，虽然长期我们在日本，可是它这边有很多的中华餐。对，因为那时候跟很多中国人做贸易嘛。对，这边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啊。你会发现它这边的都市其实是跟其他日本的都市其实长得不太一样。对，所以我们今天带大家要来看哪里呢？走，我们先去看看。其实来长崎这边呢，一定要带大家来看这个，现在已经是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了，就是哥拉巴花园。哥拉巴这个人呢，是非常，我觉得对长崎非常重要的一位人士，也对山林很重要，影响很深，更对麒麟很重要。难怪。谢谢格拉巴，让我们现在有麒麟可以喝。为什么呢？我觉得这故事很长啦，就是说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，其实汤马士布莱克格拉巴这个人呢，其实那时候不是说这个港口是这边对外开放的一个长崎港嘛，所以那时候他就来到了这边，他是一个英国的商人。其实他是最大的军火商，这边其实是他的住所，哥拉巴花园是他的住所。那后来呢，他1911年过世之后，就由他的儿子继承。就那时候呢，政府就觉得这个人长得洋派的，住家又可以整个俯瞰长崎港，你是不是间谍？我不是。对他也是这样说，I'm not。对，但他们就不相信，所以啊，政府就说，因为你爸爸之前是山林的这个常任顾问嘛，那不然这样子，为了证明你没有，我们就把这整个地征收变成山林的宿舍，对，山林重工的地方这样，因为他离造船长也近嘛，所以我们现在在的这一栋其实是之前山林的旧宿舍。对，然后后来也被列为是哥拉巴花园的其中一部分这样子。那为什么讲到它跟麒麟很重要呢？因为其实我们刚刚讲哥拉巴，他之前是这个山林的常任顾问嘛。那其实那时候麒麟快要倒了，非常有眼光的哥拉巴就跟山林说 ：“Yo man, beer is really good。”所以他把他救起来。他就说：“那你要不要投资这个麒麟 beer？” 就他就真的投资了。你看现在麒麟，还是他自己喜欢喝，或者是他的员工什么喜欢喝是？我只能说他的眼光非常的远。就看到这麒麟真的以后真的称霸世界，真的太厉害。所以光这一点就是令人敬佩。啊，你说啤酒的部分吗？他还有很多令人敬佩的地方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家是非常大的啦，我们可以去看一看。不管人家怀疑对不对？一早起来你看到整个长崎港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这边真的很大。刚刚搭那个算是手扶梯吗？那个手扶梯大概就是美国环球影城的手扶梯。对，真的很上来很像在乐园。分2段。但这个 view 真的太漂亮了。它这边总共有9栋建筑吧？对，超大，超大。
你现在看到这个整栋就是哥拉巴最原始他家，但后来他好像蛮多的家人都搬过来跟他一起住。对啊，后来好像是他弟弟跟他邻居都搬来了，邻居也来，邻居也来了。啊呢，这么太大了。哎呦啊呢，对啊，而且他后来有娶了一个日本太太，因为他的日本太太其实有个故事也是在讲他太太蝴蝶夫人。据说啦，当他在娱乐宾客的时候，他好像是后面会有蝴蝶还是怎么样，就是一个蝴蝶夫人的故事。但他这边这个占地，你看这世界遗产真的非常的漂亮。对，他这个是1863年建的，因为他很喜欢植栽嘛，对，所以后面有一个温室，是1887年之后建出来，自己弄了一个小温室。对，只能说格拉巴你真的很懂生活哎。真漂亮，它里面就有一些他们以前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对啊，有什么桌子、椅子，还有他的床。你看喝英式下午茶的时候，我们刚刚从那个格拉巴花园下来嘛，那我们刚才讲了说，这个地方其实是在那个时期很多的这个国家的人会来到长崎。对。那我们刚刚介绍那个是世界级遗产嘛，其实日本自己有一个国宝级遗产，那它的国宝级遗产就包括天守阁，像这样子的很大型的寺庙、老旧的寺庙，但唯一一个西方的这个国宝级遗产就是我们后面这个大埔天主教堂，超厉害的。那我觉得它很贴心啊，因为他知道港口人来来去去那么多国家的人，他可能需要来做礼拜或是做弥撒，所以他这边有天主教堂，也有这个基督教堂。我觉得很贴心。对啊，你看他多贴心，做完礼拜还可以来买这个，有没有？文明堂。这个当时应该没有吧？哦，没有吗？应该没有吧？你看还可以做买欧米亚给，投币机还是没有吗？那时候应该是没有，好吧。对啊，我们可以，跟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里面呢其实非常严格，就是机器也不能拍，你就连观光客自己手机都没办法拍，所以我们两个进去看一下，因为这个跟我们等一下去下个景点蛮有关系。对，我们待会要介绍的一个甜点。对啊，就是在等那个货运在上下的时候，总是要吃点东西嘛。对，没错。所以我们要去吃一个甜点。那听说那个甜点就是以里面的窗花做的造型，所以我们要先进去看一下。对。其实我们旁边这一条有点像商店街，对，就是要从底下通上去。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天主教堂，还有格拉巴花园。对，这条就叫荷兰版。荷兰版？对，因为当时你在荷兰吧？真的，因为当时两边都住着荷兰人，所以这条就叫荷兰版。因为当时这边很多外国人，所以日本人都统一称他们为荷兰人。荷兰所以这边就是有一个荷兰版之称，对。那这边有卖很多东西啦，就是如果你来这边，很多欧米亚给你都买得到。刚刚有看到冰淇淋啊，还有水果啊，都有。文明堂也有。对。然后呢，这边呢主要是因为天主教堂，我们刚刚有讲说它里面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窗花，没错。所以底下呢，你要走下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来这一家吃这个布丁。你刚好挡死。对，我刚好，我挡死了。这个，它就是有点像那个教堂里面的窗花。对。请你买的这个啊，我面对这样太阳啊，就是觉得它透出来的光很漂亮。对。真的很美耶。我这个是它里面有凤梨啊，还有莓果跟这个草莓、柠檬都有。底下就是布丁的果冻啊，下面是布丁这样。它其实有卖很多口味啊，姐姐吃的这个是原味的。对，我这个是原味的。然后呢，它还卖很多什么抹茶，有没有一大堆的？抹茶、焦糖啊，对，然后还有咖啡啊、草莓啊。它也有卖冰淇淋。对，它有卖冰淇淋。但是就是说，你知道看完那个窗花，一定要来吃一个这个窗花布丁啊。对啊，它这个是销售第一啦，对。然后你的那个是销售第二。OK。强调原味布丁哦。其实你吃布丁的时候会把它拉烂吗？不会，我不会把它搅烂，但是我会从底部挖上来。可是以前吃统一布丁的时候，不是就要给它整个搅烂，然后用吸的这样？
哎，我发现它的布丁很绵密哎，不是有嚼劲的那 Q 种。度的那一种布丁，它是非常绵，好美哦，那颜色。它是会透光的那种。它底下那个焦糖也好香。哎，你的没有焦糖哎。对，我没有焦糖。它因为其实上面的料跟下面搭起来，不会让这个布丁那么的甜。对我这个是酸甜的那种感觉。生丁呀，生丁。但它布丁本体好好吃哦，就是很水的那一种。要不要试试看它的 jelly？ 啊，我就不能吃酸啊。它不酸哎。真的吗？它完全没有酸的感觉。真的哎。哇，那家里好好吃哦。对啊。那这给你吃。哎。这是比较偏甜，蛮甜的。这个比较刚好。我反而比较喜欢它这个。哎，它完全不会酸呢，因为它刚刚讲的有凤梨什么，我还怕它很酸。这比较刚好，因为它上面的那个果冻是没什么味道，就一点果香味，然后配底下它那个布丁，完全甜度刚好。它大概是它的一半甜吧。应该是因为它这个有焦糖的关系。对。这有点像是这种蒸蛋的感觉，很像甜的蒸蛋。这边有平价的海鲜，也有高级海鲜。我刚刚看到它里面好像可以自己捞鱼哦，对，自己捞新鲜食材，真的很少有这种店是这种很捞啊。哦，看到了，它那个冻饭符合所有全家大小来吃，即使你不吃生的，你吃得出新鲜感哦。好软哦，干贝好嫩哦，很就甜。或者油脂爆出来。后面这个呢，其实是非常有名的一个观光盛典，就是出岛。但是其实这个出岛不是在原地址，它等于有点像中影文化城啊。现在就是它把这个整个出岛当初的状况重现，然后盖在这里。那当初的出岛呢，有4000坪。是1634年的时候，由德川家光下令要来兴建的，而且他非常任性哦，因为这个出岛是一个扇形嘛，他那时候就拿出他的扇子就说，就照这个形状盖了吧。阿光啊，你真的冲动啦！对，他就是依照这个扇形，来做的一个人工岛这样子。对，因为葡萄牙人会来日本这边传教嘛，所以这个岛呢就会变成是接收葡萄牙人。那其实呢，葡萄牙人在这边呢，他不是免费住哦，他是政府从葡萄牙人这边收租金来。对啊，因为他们这个是他们自己日本人盖的嘛，所以他们就是请葡萄牙人进来，他可以跟他征收税金，这样，对，一举两得啊。对。然后呢，后来不是因为这个锁国200年吗？对。他们就被赶走了嘛。对。被赶走之后想说，哇，中影文化城没收入啊，别那，所以就想说那时候还有荷兰人。对，荷兰东印度公司这时候呢，他们就欢迎荷兰人来此。反正就是强迫他们进来，然后强迫收他们租金。我觉得真的很聪明。对，真的很聪明，也蛮过分的。也蛮过分的。所以这边就变成是唯一一个西方人会来这个地方。对，而且你不要忘了，我们刚说锁国200年嘛，那时候是完全整个日本只剩下长崎这个地方，能够有跟外国人接触的地方，也就是这里。这个出岛。所以其实他们那时候要来做贸易是蛮辛苦的，觉得。对啊。离乡背景又只能锁在里面。当时就在想说，为什么他们不好好待在荷兰就好？为了做生意。没办法，是为了做生意啊，没办法，一定会有一些必须要互相交流贸易的地方。没错。会不会有艺伎会进去表演？有可能。天啊，你们一定会找自己的娱乐的。对啊，还是要享受一下人生嘛。好，我们进去看一下。我们刚刚也跟当地人聊了一下，他说其实那时候有很多人想要来长期跟他们做生意，但是后来为什么荷兰人留下来了？因为呢，很多国家的人都太诚实，说他们其实目的是要来传教了。那日本可能就觉得说啊，比较保守一点，觉得不想要接受其他的这个宗教派系，所以他们就把这些人都赶走，只留下了荷兰人就说，我就是来跟你做生意的，结果荷兰人就画虎画兰成功留下来。日本人喜欢这种，对，直截了当的。对，我觉得也蛮酷的。你看每次我蛮喜欢逛这种历史的，然后你就会想说那时候的人到底要怎么
联络说，哎，我有一船东西去那边，可不可以进去卖，还是怎么样的？那要怎么？总不能说开到那边之后，然后跟你说没办法进来，因为他们这边会有一个官员嘛，对，然后馆长啊，他们说馆长，应该不是林口那个吧？就是他们要来贸易这些，就是跟荷兰贸易要经过他的同意啦。是，他是等于很大的官威啊。对啊。然后我发现里面刚才有稍微逛了一下，也好多那种钟啊那些，真的蛮有趣的。对啊，因为有时候来逛逛这种历史真的蛮不错。那时候应该蛮繁华的。这里后面这个就是馆长的家。哦，这个绿色的这东西。对啊，哎，这馆长的家嘛是水水呢。我们现在在这边呢，就是馆长的家，其实极度豪华。然后后来才知道，馆长其实他是荷兰人，就是东印度公司那边派来的。对，其实呢有一个比较白话文的讲法，其实这个馆长啊，就是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这个 CEO 在这边驻点这样子的感觉，派来看的啦。对。然后你看他这边其实有很多那个会装成是带武士刀的，对，其实当时是真的会有这些人存在，他们是日本政府派来监督荷兰人的。对，而且让我真的不禁好奇的查了一下东印度公司啊，他从1602年开始成立，然后呢就开始到处的去买一些就是做贸易啊，侵略性的，但他却后来因为经济危机，然后就解散了。哦，我也觉得蛮妙。他是说，因为那时候荷兰跟英国都在打仗嘛，所以变成大家对这个东方亚洲的需求量就大幅减少，所以他东西可能就卖不出去。但你可想而知，你看那时候大家要来这边，就只能关在这，然后又要跟馆长保持友好，所以可能每天party 有那一弄哦。馆长这个宴客的地方真的蛮大，很大，真的是很舒服呢，豪华。现在这个区域就是很宽敞，然后这边就是当时馆长这个阳台它是可以直接看出去，当时这边这边都没有建筑物，所以一看出去就是海。哦，就是它这个啦。对，就是可以看到整个商船啊。它看出去就是望海了。对。以前是这样子嘛，看出去就是海，现在有这些方便他就是检视啦，对啊，管理吧。你看这个图就知道，我那时候刚刚真的是猜一下，我想说他们那么无聊，应该会有艺伎进来表演，结果没想到真的有2位。是这一家，对，我们来到这个海鲜洞长崎港哦，我看到了它那个洞饭，而且它这边有平价的海鲜，也有高级海鲜。我刚刚看到它里面好像可以自己捞鱼哦，对，自己捞新鲜食材，好酷哦。而且我看它有一个特别不知道从哪里来，像软丝一样的东西，好特别哦。赶快，我要吃海鲜。其实真的很少有这种店是这一种很捞啊，是有鱼缸让你钓的。现捞，对啊，但是这一缸呢，他们就说他们有 lucky 吗？也没有，因为他们就说这个是在店前面的那个港，正前方的港捞上来的鱼，就不是直送过来的鱼。对，但它是非卖品，所以它是不能吃。会不会老板自己要养？对啊，里面有一只超可爱的河豚呢。你看它在干嘛？它一直想出去哎。好可爱哦它，然后呢这边有一个在卡通里面有出现过的哦，你有看过小美人鱼吗？有，小美人鱼那个Ursula 旁边养那些小喽啰哦，就那一只，它刚刚嘴巴张超大，然后听说它有探出水面来，它感觉攻击性蛮强，但后来我观察它的5分钟，我发现它嘴巴张开就是一个痴呆的状况哦，日常。期待耶！哦，我觉得它分量对我来说非常刚好。其实这种冻饭都有2种吃法，就是瓦萨米，你也可以在这边和，然后这样沾，或是你把它淋回去。哦。但我会这样沾啦，因为有时候淋回去一失手，那个就会很咸。哦，对，那个饭吸那个酱油味。对啊，你有没有想要吃哪一个？我们可以交换。我想要吃的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
生鱼片啊？不是啊，这个都没看过这个部位。你要吃哪一个？把它吃龟。好。哇塞，你的也很精彩。对啊，其实我们2碗的料都不一样哎。对。然后它的酱油也有分2种，一种是正常酱油，一种是甜酱油。瓦萨比加太多了，它肉好韧哦，吃得出新鲜感哦，吃得出，真的有差，有种在那种基隆港海边对加很牢啊，真的吃起来有差哎，海鲜有没有新鲜，真的一吃就知道，一吃就知道不是那种冷冻出来。稍稍可惜它的饭不是醋饭，但它的饭也蛮好吃。哦，果然从你那里偷来的鱼最好吃哦，所以你有吃出来这到底是什么鱼？我不知道它是什么鱼，但它好 Q 哦。第一次看到这样的鱼耶，这个不知道这是什么。其实我蛮常吃到它，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。是吗？因为它很 Q，哦，好有嚼劲哦，这个。超有嚼劲的鱼肉，它那个软丝超好吃。哦，这应该是中腹吧？哇，好软哦！哇，这个鱼的种类很多哎，而且它温度都好刚好，好好吃哦。我这碗除了鱼以外，它还有虾子啊、软丝、章鱼。那刚刚听老板说那个晚上的座位都已经订满，真的？老板讲什么你听得懂？有翻译，有翻译，有翻译。其实你说下午我们来店里都是呈现的半满的状态，哇，生意超好，干贝好嫩哦，很就甜。哦，现在贵得要死的乌尼，这一定要配紫苏有没有？然后再，哦，太奢侈了吧？这样子啊，自制海鲜冻。哇塞，好好吃哦。哦，终于油脂爆出来，对不对？好爽哦！它这里东西超多哎，符合所有全家大小来吃，即使你不吃生的，它也有鳗鱼冻饭，然后有炸鸡、炸虾、烤鱼，还有茶泡饭，定时啊，寿司、面类的都有，所以可以适合全家大小都一起在同一个地方吃饭。因为你知道有些人就是不吃生的，来日本干嘛？还是有其他东西吃，好不好？在港边吃个甜点，喝个咖啡，醉啊！太刚好了吧？超刚好的。其实我觉得这边很厉害，就是它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对，它不会有那个海味啊什么的，这边超级 fresh 的一个味道。然后我们今天在这边吃甜点，也要喝点咖啡。但你知道这上面是谁吗？这个我知道。你知道？我知道。怎么可能？他是一位很重要的人物，他叫做坂本龙马。那你知道坂本龙马是在干嘛？他是明治维新的这个很有名的这个武士哦，对，然后也是明治维新的重要工程。对，那其实呢，像我们知道的 PS4人中之龙里面就是以他为主。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，对，他在日本来说应该是算是他们的英雄。其实他最大的这个成绩就是萨长同盟嘛，促成萨长同盟，然后一起去推翻了这个幕府。对，德川幕府时代就是被他推翻了，然后就是创立了一个新的，就是资本家取代这个武士阶级制度的这个统治这样子。而且我觉得他非常聪明，因为他深知革命的路途非常遥远，也非常烧钱，所以他就想说哇，革命的同时他也要来赚钱，所以他就成立了一个海运贸易公司，叫做龟山社中。它是以长期的龟山，所以这里也有龟山岛好吗，朋友们？对，以龟山为名的龟山社中，然后就变成了一个海运贸易公司。
那这个海运贸易公司除了赚钱之外，还要干嘛？你知道吗？他就以我们刚刚不是说他促成了萨长同盟嘛？对。所以他就以这2个的名义购入了大量的军火物资，就为了要帮他们打仗。他真的生平很多事，因为很多的那个古装剧什么都是以他为故事主轴嘛。对。是你敢把它喝掉吗？舍不得。但那这一杯又是谁？这一杯哦，我看应该是兴隆大哥吧。蛮像的。对啊。日本3大乌龙面有战旗乌龙面啊。稻庭乌龙面，还有一个就是舞蹈乌龙面。哦，大颗哎，好满哦，好甜甜哦，因为加那个醋，又把它的甜味又带出来。是3大乌龙面之一，不咸，然后是甜甜的。它面体本身就很好吃，对，就很 Q 啊，那个蛋液让那个面变很滑顺。这一杯又是谁？这一杯哦，我看应该是兴隆大哥吧。蛮像的。对啊。嗨，姐弟们，长期玩的开心吗？还开心啊！开心啊！但你知道他是谁吗？哦，非常对长崎有关的，非常有名的古拉巴。哦，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对，物。做什么的知道吗？是我现在拿的是什么东西？啤酒啊！你怎么大中午就在喝啤酒？但是这个知道这个图案吗？麒麟谁不知道？对啊，麒麟公司他来做的啦。啊，有啦，我们有介绍了，就是说这个麒麟啤酒其实当初是哥拉巴救起来的嘛。没错。对，所以你今天要干杯了吗？可以吗？干杯！我们还没干杯嘛？有的干杯！你这样就这样把坂本龙马喝掉了。哦，有人在用卡布奇诺干杯。可不可以优雅的喝嘛？优雅。你把坂本龙马头发吸完了，他也没什么头发的。然后我们现在就有很多的甜点来品尝一下喽。这个是它千层派，你有很常来这边坐着喝咖啡吃东西吗？因为这个地方真的，一边喝咖啡，一边看这么美丽的海，很舒服，很轻松啊，很舒服哎。我发现长崎这个地方，人真的是因为以前锁国的关系，而且锁国达200年了，也才超久的。我觉得是因为这样的关系，这边才有那么多历史故事跟文化。那我发现长崎真的蛮多地方可以去的，古迹可以看。很多好玩的地方，我都下次如果你们来长崎的话，我推荐的是离岛，因为那边有船可以去军舰岛，那边有船可以去军舰岛。军舰岛现在有开放吗？哎，有，过去要多久啊？不到2个小时，1个半小时啊，来回哦。我们也可以去出岛看啊，出岛也是一个蛮有历史的地方。我记得上一次啊，我们在日本那一集，东北那一集啊，对，我们吃了一个乌龙面嘛，然后呢，那次有点悲剧，是因为我那时候不太知道怎么吃乌龙面，然后酱油加很多，所以超级咸，超咸。对，好，那这一次呢，我为了血耻啊，我特别做了功课，查了日本3大乌龙面的其中一个。乌龙面我知道战旗很有名。对，日本3大乌龙面有战旗乌龙面啊。稻庭乌龙面，还有一个就是舞蹈乌龙面，就是今天这个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吃的就是舞蹈乌龙面。那舞蹈乌龙面呢，它其实已经有105年的历史。哎呦！但这一间呢是去年才开的。对，因为它看起来很新哎，很文青哎，而且还结合了我们港口的特色，有结合牡蛎哦。有。对啊。海鲜就对了，是不是？对，没错。你要有信心呢。这我很有信心。不会又讲不懂。不会。确定。现在我们要先来煮面，因为他刚刚有说把面丢进去要7分钟，好，计时7分钟。这个是他有名的乌龙面嘛，对不对？就让它煮。那这一个呢，其实里面是牡蛎啊，它已经开了，所以我可以现在把火关掉。那我们现在就来，真的烫伤。所以它牡蛎就在里面。对，你看它里面这个，是长这样，超酷。
好像吃那个一品活虾的感觉。对，它打开就是这样，里面就有很多牡蛎。哦，超大颗哎！饱满哦！来，吃。哇，好大颗哦！哇，那好肥哦！真的，来，哦，超大颗。哦，感动啊！好鲜甜哦，好新鲜的感觉，那应该是刚刚从旁边捞上来的哦。它里面有4颗，所以一人2颗。哦，还有海鲜的那个好 juicy 哦，那个海味，沾这个特别搭。哦，可以。它那个醋我觉得很香，吃起来很过瘾啊。所以你来，你也可以点那个牡蛎，然后再加乌龙面。乌龙面现在过3分钟。哦，好甜哦！因为加那个醋，又把它的甜味又带出来。对。这个升华的那个味道，新鲜的感觉。他说啊，这个面啊，煮7分钟之后啊，他有给你一碗热汤。这是热汤的。那种类似那种柴鱼高汤的。然后你可以加姜跟它的葱进去，要不要全加你决定。就分量看自己决定。对，然后这边也还有一个醋加生蛋，然后你也是可以拌一拌，也可以把刚刚葱跟姜丢进来，然后它就可以沾面，面你可以沾这个汤，也可以沾这个。其实它刚那个汤光单喝就很好喝。对啊，就是那种柴鱼高汤。而且我刚刚看了一下介绍，它这个舞蹈乌龙面，其实它直径就只有2毫。然后它在制作的过程中，它有加入一个神秘的配方。什么神秘配方？就是他们舞蹈特选的山茶花油。山茶花就是它加了这个油之后，它涂在那个表面上面，让它的面团不会容易吸收到它的水分，所以说它不会容易软掉。OK。对。哎，我跟你讲，它那个酱不咸，然后是甜甜的，真的有点像寿喜烧那种感觉。这看起来就很好吃啊！哎呀，沾点面，真的很好吃。它那个酱很厉害，而且它面体本身也是很 Q，它面体本身就很好吃，对，就很 Q 啊。它这酱很讨喜，所以那个蛋液让那个面变很滑顺，对，而吃起来又不会很咸。但是这个咸味刚刚好哦。我觉得这面煮的真刚好，真的很刚好。谁煮的？真的。我们刚刚讲说，如果有煮面的问题，可以问我。不要翻页，不要翻页。我觉得它的面本身就很优秀。没有，我介绍这个3大乌龙面之一的，这个很强吧？这个面体很棒。这面体就很强。哎，我觉得这面体我想买回去。刚刚我问说2人份的在300多日币，320块日币，好便宜啊！因为它跟你想的乌龙面真的完全不一样。因为一般我们吃的乌龙面可能自己煮一下要过火就很水很粉，它超 Q， 粗细度又很高。对，它不会整个软掉。不喜欢，就是保留它的嚼劲啊。而且其实你这边呢，平常的时候都是像这种正常餐，可是它5点过后，这边就会变居酒屋。因为看到它这边有很多的酒，他们还有自己酿的红酒。对，他们有自己酿酒，然后也有很多客人寄的酒这样。对啊，所以这边5点过后就会变成居酒屋，这应该蛮嗨的吧？这如果变成一条酒吧一条街，走在港口旁边。真的啊，在港口旁边饮酒，请小心安全。这个很好吃。这我觉得那个搭配这个酱啊，它跟搭配这个汤又有不同的风味。这个比较，我喜欢这酱。对，这个比较重口味，这个比较稍微清淡一点，有不同味道。主要是它面体真的很好吃。对，我也喜欢这个酱，好吃好吃。
家也知道说，这个日本有很多的中华街，其实有3大中华街啦，这是其中一个在长崎，对，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横滨，对，还有一个神户对，就这3大中华街。中华街，为什么这个地方会有这个中华街？是因为早期他们跟中国有很多的商业往来。对，中国商船进驻的时候就形成了这个中华街。那这边因为你知道中国人就是爱讲风水嘛，对，那风水以前也是就很常会听老师在讲说，哇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这种。给你考，这里是北门，北门是哪一个？青龙白虎朱雀玄武。左青龙右白虎，是朱雀玄武，朱雀。玄武，因为左青龙右白虎嘛，前朱雀前是南方，后玄武后就是北方，那这是北门，所以这边是玄武。哦，这边是玄武。对，那我们来进去看一下，就整条的中华街。其实整条有好多家餐厅都好有味道，这家你看西湖也是，哦，澎湃呢。对啊。然后这边有个老上海饭店。现在也很多那种洋行啊，我想应该都是以前留下来。对，好能想象哦，那以前这边应该是非常的繁华跟忙碌。它的建筑都很古早味。对啊，哇，都很这种中式建筑。对啊，你看陈年绍兴哎，女儿红，酷毙了。那这边还播这个音。来到中华街是不是要来吃个什么中华料理？要来吃个。他们这边有名的特色料理，台湾炸鸡是？不是，当然不是台湾炸鸡。台湾炸鸡绝对不是这间，绝对不是这间。那你要带我去吃什么？今天带你要去吃的那间，它也是中式料理，但是你绝对不会知道那道料理是什么，因为这道料理我自己也没听过。这样你敢介绍给我？算介绍给你，但是我们算是都是去尝鲜了。好啦，但也是当地人推荐的，大杰哥推荐的嘛。好，那我们去吃。这是挂包，长期蛋糕。对啊，你要挂包吗？对。我这里有。有哎。我找到了。很丑，可惜蜂蜜风味，所以明明就有蜂蜜。然后还有长崎蜂蜜口味的长崎蛋糕。蜂蜜口味的长崎，对，了解。好奶哦，超牛奶哎。超奶的，那个鱼有点像油乎乎那个带着，对，好折磨人哦，就是这个解法。在挂包店吃冰淇淋。对啊，我知道。进挂包店只冲他们冰淇淋。因为我刚刚问他说我要点冰淇淋，他有点疑惑看我，想说怎么没有点挂包？他要给我吃他的挂包。是吗？这一碗很丰富哎，大杰哥，你带我们来吃这个是什么？对，到了长崎一定要吃长棒面就对了。有天啊，后康也来喽！时尚玩家 App 提供吃喝玩乐最新资讯要给你，不定期呢还有生活家电、住宿跟餐券等丰富大奖被赏你哦。没错，现在还推出新功能独家优惠卡，下载 APP 可享有美食、旅游等专属独家优惠，真的超棒的，超级棒的，所以赶快去下载时尚玩家 App。
到了长崎一定要吃强棒面就对了，强棒面，强拌面哦。强棒面对吧？强棒面，棒，你说那个强棒，长崎的强棒强棒面哦，为什么叫强棒面？它这个面其实是哦，你知道是不是？我知道。哦，那你说，它这个面其实是在1899年的时候哎呦，在中华街的这个中国餐厅的老板啊，是为了这个来日本读书的中国留学生所发明的，为了让他们能够吃到足够的营养，然后可以饱餐一顿呢，所以特制了这个强棒面。对，那在中华街那边，是的，没有。熟悉有做功课。因为在中华街那边有很多的那个以前跟中国的贸易口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有很多的中国的餐厅啊、餐馆也好，所以这边的中华料理其实还蛮多的对，很大碗哎对， ，CP 值很高哦。它这一碗是1200日元，大概是200多块台币，超大一碗。这么大碗，而且这个汤啊，其实你面吃完之后还可以丢饭进去，对啊，你看它这个营养应该是蛮足的，还有蛋白质蔬菜很多，，对，豆芽菜啊、高丽菜，它还有蛋，对，还有虾子哎，嗯，哇，它这边还有超多白的，菜，嗯，白菜，高丽菜，高丽菜，很舒服的。你很常来这家吃哦，我嘛，上个月来过一次，这是第二次。这不是你朋友开的吗？这是这样的啦，就是我爸爸是本来是做那个中华料理店的老板，哦，真的哦，对，然后那个就是这里的老板跟他学习，到现在，但是我的爸爸的店是倒闭了啦，是不是生意被他们抢走了？对呀，那你怎么还会来这边吃呢？好人呐，想念那个味道。这边是不是离长崎市区还是有一点距离？有一点距离，对，但是一般的民众喜欢爱吃这里，来这里吃我，们说其实中午这边都会大排长龙，每一天都有很多人排队。刚刚我们都是附近的人因为我们现在已经2点半，对接近3点的时间来吃的时候，其实刚进来里面还是坐满的，很多人来吃。好鲜哦，满满的海味。它其实这个汤应该是算是豚骨汤吧，通骨因为这边的比较著名的都是豚骨鸡汤，所以它这个汤其实有点像在吃那个拉面，有然后这个面有点像是台湾那个黄面，也有点像乌龙，对吧？好吃哎。面这大家如果就是因为它其实中午都没有休息嘛，有下午啦，下午没有下午现在2点半到5点，哦， 2点半到5点。那晚上中午可以来吃个面，吃个其他的，像饺子什么都还蛮好，对啊，它其实东西很多，可以单点很多单点类的料理啊。就全部都是中华料理。对，它很贴心，旁边还有中文的那个翻译。单点的一些炒面啊、炒饭、烩饭、肉，它有汤，看懂吗？旁边有中文啊旁边有中文，哦，对啊，好吃哎，注意哦，可以单点一些麻婆豆腐啊、干烧虾仁这种。真的麻婆豆腐好想吃哦。刚刚听说这边其实有上过日本的节目，是最近有非常红的一个节目来拍，所以现在是很多人会来的，所以其实日本人自己也本身蛮爱吃中华料理的。很爱吃，因为刚刚其实结账好多的客人都跟他讲蛮好吃的，我看它上面很多那个名人的签名，我觉得蛮有名的，其实是吧？大家可以来吃看看。但它离市区有一点小小的距离，但我觉得还蛮值得来对来吃吃。吃完这道就是很好奇它其他的菜，我觉得感觉都很好吃。量很对啊，CP 值超高，其他的料理也是量很多。真的哦。现在附近有大学生很多住的嘛，哦为了他们我大学生很能吃哦。这已经吃得饱。出国就是要吃泡面。突袭富士安，
你在干嘛？吃泡面。泡面啊，夸张啊！你今天没吃饱哦？没有吃饱啊。要羞我哦，晚上就是要吃泡面啊。好香哦。啊，进来看你的房间，爽哦，感觉好好吃哦。哇塞，一个人2张床哎。对啊。我半夜调闹钟再起来睡另外一张床。为什么这样搞？这物超所值啊！太香了吧！这很香啊。快问快答，你觉得这一次看出来了吧？时尚玩家最好玩的哪一个点？我说这次来日本吗？对啊，快问快答好不好？长崎吧。我们一直在长崎耶。哦，我是说，我最喜欢是长崎蛋糕啊，哦，因为我一直听到长崎蛋糕，但是都没有吃到。好，对那除了甜的以外，你这趟最喜欢的咸食是什么？咸食，长崎和牛，长崎和哦，牛哦，还有那个舞蹈面，乌龙面，哦，对对对，那个面好好吃。对，那个很好吃，那个听蛮经典说的。明天还要去采珍珠给你姐。给你姐就多了吧？好了，给妈妈好不好？嗯，这个房间很漂亮哎，对啊。超美的。你居然在这么爽的地方爽爽，然后坐在这边享受吃泡面。对啊。不同感觉啊，明天要很早起耶，吃完就要赶快睡了，就寝了吗？我怕水肿。哦，还牛面的，对啊。鸡翅。好了，你赶快睡觉了哦，我要睡了。晚安。哎，你无情哎，坐下来继续吃。太好吃了。